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面若寒霜，声音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严厉。宋英，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和这种人混在一起，会毁了你的未来。宋英一听我说江燕的不好，双眼中立刻闪现出抵触与反感，仿佛我成了他的对立面。妈，你这么说，燕哥不公平。他虽然外表看起来叛逆，但他有着善良的心。妈，你得向燕哥赔礼道歉。江燕面带愠怒地盯着我，语带威胁。我从不打女人，但看在你是宋英的妈，我才放过你，别再挑战我的底线。他的态度和言辞都流露出一种街头混混的霸气，然而宋英却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眼神看着他，似乎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充满了魅力。我被他们气得头晕目眩，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我的女儿怎么会变成这样，如此盲目地陷入爱情？更何况，就算我反对他们，但作为宋英的母亲，江燕对我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她对宋英又能有多少真心？愤怒至极的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这个男孩叫江燕的？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脑海中闪现出许多零碎的画面，我苏醒了，更确切地说，我获得了新生，重生在了宋英第一次带着她那个混混男友江燕来见我的那一刻。前世里，宋英也曾这样高调地挽着江燕，出现在我们谢家族人面前。她宣告自己怀了孕，要与谢思哲解除婚约。我当时虽然愤怒又无奈，但在宋英的以死相逼下，不得不向谢家提出退婚。宋英不愿意打掉孩子，非要跟江燕在一起。放眼我若是不接纳江燕，她便搬出去不回来了。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自幼娇养，衣食无一不精，哪怕百般不满意那个小混混，在见到宋英挺着日渐鼓起来的肚子，却只能跟江燕挤在逼仄潮湿的地下室里，我终究是心软了，爱女之心占了上风。我捏着鼻子认下宋英和江燕的事情，让她搬回别墅。宋英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怀孕就是她吃过最大的苦头了。我心疼女儿，一边照顾她，一边管理公司，两头奔波忙碌。那段时间，整个人都苍老了好几岁。宋英却并不怜惜我这个母亲的付出与辛苦，一心只为江燕。她先是哭闹哄骗着让我同意江燕进自家公司做事。妈，还有几个月，燕哥就要当爸爸了，可是现在都还没有个工作。妈，你也不希望你的外孙女一出生就被人家说她的爸爸没出息吧？为此，宋英甚至在孕后期闹起了绝食。最后，我无奈妥协，心想着公司是我一手创下，江燕就算进了公司，让她做个基层员工，也影响不了什么。如果江燕愿意先从底层做起，磨砺心性，锻炼能力，那么倒是证明江燕有几分可取之处。却没想到宋英舍不得让江燕吃苦。燕哥这么厉害的人，怎么能给别人打工呢？再说了，他可是你女婿。妈，你至少得给一个总经理的职位才像话。公司就像我的另外一个孩子，我绝不会拿他开玩笑，这件事没得商量。江燕最终还是以基层员工的身份进入公司，但很快公司上下都知道了江燕是未来的驸马爷。因为宋英挺着大肚子跑到公司部门给江燕送爱心午餐，而公司无人不知宋英是我宋锦的独生女。从此再也没人敢把江燕当作普通职员了，都以为她是未来驸马爷，下放到基层是体验民情来了。江燕扯着大旗
抢夺了部门同事功劳，屡屡被表扬升职加薪。被抢劳动成果的老员工顾及着我这个董事长的面子，敢怒不敢言；而捧高踩低的人对江燕则阿谀奉承。在我忙着照顾宋英生产、坐月子、带外孙女，疏于对公司管理的时候，公司俨然已经变成江燕的天下。最后，宋英哄骗我签下股权让渡书，我发现时已经无力回天。宋英却没有丝毫心虚和悔改之意，反而一脸天真，振振有词地道：“妈，你这么生气干什么？反正你就只有我一个女儿，等你死了，公司总要传给我的呀。现在只不过是早一点给我，有什么关系？”宋英孕期和产后都被调养得很好，我给她请了专业的营养师和月嫂，亲手为她做羹汤，没有让她为孩子操半分心。那些产后抑郁症和肥胖症更是和宋英沾不上边，所以她的脸色像花瓣一样红润娇嫩，神情还如少女般天真。反观我，经过这1年的搓磨，鬓间爬上了灰白，眼尾弥布了细纹，整个人苍老了10岁不止，已经彻底没有从前光鲜亮丽的集团总裁样子。半生心血为他人做了嫁衣，还把自己弄成这个鬼样子，我对宋英痛心至极，失望至极，忍不住扬起手重重扇了他一巴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一个男人，简直愚蠢。我妄图打醒宋英的恋爱脑。妈，你打我！宋英捂住脸，目光震惊，然后是愤恨。她脸色激动地朝我吼道：“你就是见不得我和燕哥夫妻恩爱，你自己这么大把年纪没有男人，就想我也变成你这样吗？”听到宋英的话，我大脑充血，身体略微踉跄，难以想象说出这般刻薄尖锐的话的人会是我为之付出一切的亲生女儿。宋英自幼没了父亲，我是个单身妈妈，赶上时代的风口，做服装发家，从街头小店一步步做到有自己的品牌，再到知名上市公司的女总裁，中间从不乏优秀的追求者，也有那么1、2个令我动过再婚的念头。但宋英从小性格敏感，在我第1次跟人相亲的时候，宋英就哭闹着说：“不要新爸爸，生意场上难免应酬，只要我跟谁走得稍近一点，宋英都会表现出极大的敌意，让我不断保证：妈妈，你答应过我的，不会给我找后爹。”为了女儿，我拒绝了许多优质男性，一直没有再婚。我为宋英抑制的是了一个女人渴望爱情的本能，付出的是自己全部的青春，但换来的却是她尖酸刻薄的轻蔑。你自己这么大把年纪没有男人，就见不得我和燕哥夫妻恩爱？我简直有些呼吸不上来，红着眼睛咬牙道：“宋英，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再婚，到底是为了谁？你总是说为了我，为了我，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我当时才几岁，谁叫你要听我的不结婚了？你这么想再婚，有本事现在就去找啊！”说着，宋英不耐烦地推了我一把，我被推倒，后脑勺撞在大理石茶几的尖角，鲜血淌了一地。妈，见我倒地不起，宋英慌了，打电话将江燕叫回来。我被送到了医院，江燕和宋英对外称我是自己失足摔倒。后来江燕霸占了我的公司，成为风光多金的总裁，跟宋举行了世纪婚礼。而我躺在医院病床上，全身不能动弹，照顾我的护士在走廊上跟人聊天，声音传进来，108床的宋锦女士已经欠费2万多了。我们打电话过去缴，结果她女儿说在国外度蜜月呢，没空过来医院，根本不管他妈的死活。
最后，我在悔恨中闭上眼，重生到了宋英挽着江燕出现，跟谢思哲退婚的那一天。我望向宋英的眼神很冰冷，已经没有了往昔的疼爱。疼爱宋英的那个我，死在前世冰冷的冬夜。宋英却浑然不觉，以为我还是那个对她百依百顺的傻缺，抬着下巴威胁我道：“妈，如果你还想认我这个女儿的话，好，你从此就不再是我宋锦的女儿了。”我打断宋英，不想再听她那些脑残的话。或许是没想到我如此不留情面，宋英反倒是被吓住了。妈，你不要叫我妈。我一字一句皆是冷艳逼人的气势。宋，你坚持跟这个小混混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你已经成年了，我对你已经尽到应有的抚养义务，你自己决定吧，是要我这个吗？还是要他？别误会，我当然不是心软，还想给宋英最后一次机会，而是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时候的宋英被我宠得太过天真骄纵，心里眼里就只有江燕和她炽热高贵且不顾一切的爱情。她大概以为我只是一时气愤说的气话，不会相信我会真的不要她。果然，听我放出这样的狠话，宋英从一开始的惊疑、慌乱、不可置信，变成最后成竹在胸的傲慢。好，这可是你说的断绝母女关系，将来可不要后悔。宋女士，宋英犟着脑袋不肯服输，冲我抬起下巴，特别是最后3个字咬出格外重的音，望向我的眼神里是不加掩饰的嘲讽。也许他以为叫我宋女士就能刺痛我，他以为能从我的眼里看见受伤和难过。如果是上辈子的我，说不定真的会被宋英的话给伤到。这是我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我用了18年将它从宝婴儿牙牙学语养成妙龄少女，倾注心血无数，但母女亲情前世尽断，我已不对再对宋英有半分心软。这句话我也同样送给你。宋英到底年纪尚浅，为人处事不似混迹商场的我老辣，见我没有半分软化的迹象，他面上终于闪过一丝慌乱，却强装镇定，娇矜地挽着江燕的手臂。反正我也跟宋女士断绝关系了，不必再履行什么娃娃亲，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了。燕哥，我们走。我没有开口挽留。等宋英和江燕离开后，我转头看向闺蜜，脸色蕴含着歉疚。呀，真是对不起，是宋英配不上思哲，当初我们只是口头约定，所以这门亲事就此算了吧。季亚是我一同长大的好友，当年宋英爸爸过世时，宋才是个1岁不到的婴儿，是他鼓励我走出来，自己创业，才有了今天的我。只是上辈子因为宋英做的蠢事，我自觉没脸再见季亚。季亚也随儿子谢思哲出国定居，就此这段几10年的友情淡了下来。但我很后悔，为了宋英这个白眼狼，跟季亚关系变得疏远。阿锦，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是了解你的，今日的事情恐怕你也事先并不知情，宋英也是瞒着你的。说实话，我是有些生气。我那么优秀的儿子，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小混混吗？可是我心里明白，这怪不得你。季亚握住了我的手，放低了声音道：“不过，我还是想问你一句，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那混混看起来并不像是好人。当然，我并不是因为思哲，我知道的，你不必解释。我很欣慰，今生这段友情还没有因宋英有任何的改变。”回握住闺蜜的手，我对宋英说的话不是一时的气话，是为了让她不跟那个小混混在一起的威胁。我是真的不要宋英这个女儿了。我开车回到别墅，别墅外的露天停车坪上停着一辆眼熟的摩托车。
我从保时捷上下来，进门后，保姆李妈立刻迎上前来，脸上带着几分不知该如何是好的为难与焦急。太太，您可算是回来了。小姐她在收拾东西，说要跟您断绝母亲关系，搬出去住。好，我知道了。我点头，在沙发上坐下来，旗袍下纤长的双腿交叠。或许是我的情绪感染到了李妈，李妈也跟着淡定下来，站到我的身后来。宋英和江燕很快下楼，宋英手里拖着一只28寸的箱子，故意将行李箱磕在台阶上，发出叮铃当的刺耳刮蹭声。当然，跟在宋英身后替她搬家的江燕也一手提着一只行李箱。宋英故意目不斜视，没有跟我说一句话的打算，江燕却是朝我冷冷地露出个嘲讽的表情。箱子的滑轮滚过我的高跟鞋旁边时，我叫住了宋，站住。宋英大概以为我是想挽留她，回身时嘴角的得意都不屑加以掩饰。怎么，宋女士这是后悔了？我点燃一支女士香烟，咬在红唇间，道：把箱子打开，我要检查。生意场上衣香鬓影，推杯换盏。我身为服装设计师兼集团总裁，自然避免不了烟酒都沾。只是我在宋英面前从来都是好妈妈，现在我毫不避讳地当着宋英的面展露出她从未见过的一面。可能被我这一面惊到，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如她想象中认错、哀求、挽留。宋英的脸色惊疑且难看，连声音都忍不住拔高。箱子里装的都是我的东西，你什么意思？你的东西？我很是轻慢地笑了声，道：宋英，我生你一场，将你养到这般模样，自认为不曾亏待过你，也对你尽到了一个母亲该有的抚养义务。不过，既然你都要跟我断绝关系，有些东西再拿着就不太合适。把箱子打开，将里面的东西该留下的留下。你和你的混混男友要走便走，我一个字都不会留。宋英脸色奇差无比，将手里的箱子哐当一声摔在地上，冷笑道：这就是你们大人常用的经济制裁是吗？以为我这样就会屈服吗？这些东西你统统拿走好了，我才不稀罕。说实话，我早就烦透了这样千金大小姐的生活。我不喜欢上钢琴课，也不喜欢学插花和礼仪，更不想出国。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尊重过我的意见，总是说为了我好，为了我好，实际就是想禁锢我的自由，控制我的人生。住在这样富丽堂皇的别墅里，穿着价值过万的衣服又有什么用？只有跟燕哥在一起，我才是真正开心的，哪怕喝白粥我也愿意。宋英控诉着我，表达着她的不满，可是这并没有引起我的共情。其实我们是穷过的，在我没有靠做服装生意发迹之前，宋英年龄还小，可能已经不记得了。那时我身上没钱，能给她的只有馒头和白粥，将馒头撕成碎片泡进开水里，或是一小把米熬成稀粥，就是一餐。那样的日子，虽然宋英没有陪我过太久，但我曾经觉得对宋甚是亏欠，所以在发迹以后，尽我所能的给宋英最好的。谁知那些好，在宋英看来尽是束缚。既然她不要，那我就收回好了。我掀起眼皮看向宋英，不紧不慢地笑道：那么恭喜你，从此自由了，我的女儿。从此你将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人间的疾苦。到那时，请不要忘记，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摔在地上的行李箱被李妈打开，里面装着我给宋英买的名牌鞋包、钻石首饰以及昂贵衣裙。光是那块百达翡丽就价值不菲，
也难怪江燕刚刚抓着行李箱，不愿意松手了。李妈道：“太太，这些东西是放回小姐的房间吗？”我起身，拿起一只颜色相称的包，放到李妈手里。不必了，请个评估师上门回收。这只包您就拿着背着玩吧。李妈怔住，难道太太这次真的要跟小姐断绝母女关系吗？没有了宋英，我还有一手创立的服装品牌四锦，她几乎就是我的另一个女儿，并且在这个世界上，钱永远不会背叛我。我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把自己从光鲜亮丽弄成黄脸婆的模样。搞事业，它不香吗？上辈子我本来打算推出国风系列的服饰，还原历史或古画中的图案与纹饰，用在布料和服装上，真真正正做华国自己的服装品牌，让那些外国人也能见识到国风之美。只是计划还没得到彻底实施，就因为照顾怀孕的宋英而搁浅。这一世，我重新拜访了京大历史系考古学教授周时运，也是前世每年都会在我墓前送花、坟头扫雪的男人。周时运是古画研究者，而我想在自己的品牌上用到这些元素，让国风走向世界，就得向周时运请教，向国家申请专利。虽然有教授职称，但是这位周教授出乎意料的年轻，身上气质有种温润雅致的干净，这是上辈子我初见周时运的第一印象。当然，再见也是一样的。我约周时运出来，本来是想谈正事的，但也许在他眼里，我们只是几天不见，在我这里却隔着2辈子的距离，所以一时气氛竟然有些微妙。我不禁想问他，为什么每年都到坟前祭我？只是我也心知没有答案。周时运哪里会知道前世的事？谁料周时运竟然向我求婚了。我今年35岁，没有婚史，也无任何不良嗜好。这是我的学士学位证、教授职称证、工资卡、体检报告和身份证。周时运拿出一叠证书，将身份证和户口本压在最上方，温润的墨眸定定地看向我。宋锦女士，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今天就可以去民政局登记结婚。我难得的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这太突然了，心态大概也还有几分停留在前世那个凄冷的冬夜，未免有几分苍凉。我道：你向我求婚，可是你喜欢我什么呢？我今年39岁，已经不是年轻些的小姑娘，我还结过婚，女儿都已经成年了。周时运却说：宋锦，你很好，真的，在那个年代，不是所有女人都能在丈夫过世后，为了女儿有做单亲妈妈的勇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靠自己双手挣出一片锦绣。而且我认识的宋锦不是一个妄自菲薄的人，成年人的感情较量不像17、18岁时那般非黑即白，要么爱之愈生，要么恨之愈死，更多掺杂着各方面的权衡利弊。周时运是个十足的绅士，你不用急着拒绝我，也不用心有顾虑就答应。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我答应周时运会好好考虑。回到家，夜晚坐在梳妆台前，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妆容精致，光彩照人，旗袍袅袅。虽然已经39岁了，但因为保养得宜，从不吝因在投资自己的美貌上花钱，所以脸蛋看起来就跟刚刚30出头的女人一样，还带着点年轻小姑娘没有的韵致与风情。在这世上大多数人眼里，已经39岁连女儿都成年了的女人是不配追求爱情的。就算二婚，那也不是爱情，而叫搭伙过日子。
我不禁又想起前世宋英的话，她尖刻地嘲讽我：这么大把年纪没有男人，就见不得他和江燕夫妻恩爱。依我的年龄，我丧偶没有丈夫，都成为我的女儿攻击我的武器。他忘了是谁在要求我，阻止我二婚。当然，我不是离了男人活不了，我可以活，并且这样活了快18年，还是好好的。但是我想，我也应该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前世的我一直是作为宋英的母亲而活，可我首先是宋锦，是我自己，其次才是谁的母亲。我想跟周时运试一试，想找寻到他前世为什么每年都到我墓前送花的答案。成熟男女之间没有那么多惊心动魄，周时运本身也不是什么毛躁的男人，温润如玉的性格是从他骨子里透出来的。搞学术研究的男人也远比我在生意场上见到的那些老油条来得更君子端方，气质雅致干净，但形象气质看起来不懂浪漫的男人也会送我玫瑰花，到公司接我下班，甚至在家里亲手弄上一顿烛光晚餐。我们在一起恰是最舒服的状态。当然，我们也会拥抱、牵手、亲吻，甚至是激情的夜晚。我久违地享受到了恋爱的感觉，以及女人的心动。在这个青春尾巴的年纪，然而意外总是在人最放松的时候来得那么猝不及防。我怀孕了，得知这个孩子的存在，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要。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一道千古难题。我自认为对宋英付出了尽我所能的一切，不说无私，起码问心无愧。可在宋英看来，我给予的一切都是沉重的负担，禁锢她的月。在宋英身上，我得到了近乎残忍且血腥的失败教训。我还能做好一个妈妈吗？我不知道，但我最后还是留下了她。周时运得知孩子的存在，完全的尊重我的想法，他甚至比我自己更担心我的身体，因为39岁在年龄上可以称得上是高龄产妇了。他有些紧张地询问医生我的身体状况，模样严肃得像是在做什么学术研究，将医生的话拿纸笔一一记下来。之后，周时运对我说：阿锦，这个孩子生不生，决定权在你。若是你不想要他，我们就不要；若是你决定生下他，我们就一起将他抚养长大。或许是孩子在母亲肚子里时释放出的激素，令我心底再一次拥有身为人母的天性；又或许是周时运这份带着尊重的爱意，我决定留下他。39岁的年龄，再一次做妈妈。我和周时运都很小心。在我怀孕的第3个月，娇生惯养的宋英在外生活了大半年，终于吃不了那个苦，找上门来。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有7、8个月的样子，身上穿着种厚重的棉服，但脸上却没有什么好气色，显得十分憔悴。这辈子没有了我当牛做马的照顾她，宋英把自己活成了这个狼狈的样子，就连李妈见了都不忍心，这才带着她进来见我一面。我没有责怪李妈，将手边的燕窝放下，只瞧着宋英。哪怕是后悔舍弃了富家千金的生活，想要回到家里来，宋心里也是不甘愿向我这个母亲低下她高贵的头颅的。在我的目光下，她涨红了脸，神情有些闪躲，但更多的是一种羞恼，心不甘情不愿地说道：妈，对不起，我当初不应该跟你闹脾气，但是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也该满意了吧？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惩罚也惩罚过了，孩子都快要出生了，你总不能真的不让我回家吧？我只有她这一个亲生女儿，这就是宋英一直以来的依仗。
他大概以为血脉亲缘，天生不可被战胜。不论他做了什么事情，只要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就会永远无条件地原谅她。但如果你不再是那个唯一呢？宋英、阿锦、周时运穿着一袭黑色大衣，身披风雪从外面回来，开车从很远的地方给我买回来的蟹黄小馄饨却还是热乎的。宋英望着这个突然出现在家里、容貌清俊、气质温润的陌生男人，心里生出了紧和不安。妈，他是谁？怎么会在我们家？这种警惕，在见到我搭在身上的薄毯滑落下来，露出微微凸起的小腹时，达到了巅峰。宋英似想到什么，脸色变得难看，却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冀。妈，你最近是不是有点长胖了？肚子上的肉看起来都多了。怀孕的女人口味稀奇古怪，我非得吃城西张记的这口蟹黄小馄饨，吃到嘴里才没有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我咬破馄饨的皮，尝到里面鲜甜的馅，才回答了宋英的第一个问题。他是我的新婚丈夫，不在我家，又能在哪里？周时运是京大教授，家中从商，名下也有地段和价值都不菲的房产，只是我更习惯住在这里。周时运一切都随我，也并不介意会被当成吃软饭的小字脸。宋英有些崩溃地质问我，所以你肚子带起来根本就不是长胖，而是怀孕了。我并不否认，他便开始口不择言。宋锦，你要不要脸啊？都39岁了人了，学人家二婚不说，竟然还搞大了肚子，到时候别人会怎么说我们？当妈的跟自己的女儿一起怀孕，给我生个弟弟或妹妹，比我儿子年纪还小，你知不知羞耻啊？周时运冷下脸。宋英，我和你妈妈是领过证的合法夫妻，天理伦常，不惧别人嚼舌。你对我不满，怎样骂我都无所谓。你要是再胡言乱语，如你母亲，就别怪我请你出去。周教授冷下脸的样子还是很有气势的，至少不是宋英这种毫无社会经验、刚出校门的少女可以与之交锋的。宋英跑出了别墅，这次来没有讨到半点好，恐怕她不会放弃。我并不多么担心，反倒是对周时运的表现刮目相看。我以为周时运对宋英的态度，不说讨好，至少应该是和善的，因为继父继母难当。没想到周教授发起脾气来，也挺吓人。周时运道：爱屋及乌的前提是，宋对你这个母亲理应有做女儿最起码的尊重，但他没有，我也就不必惯着他。我欣赏他的理智与公正，仰头在他下巴上亲了一口，笑道：周教授，你这样我有信心，我们的孩子以后一定会很懂事。周时运也笑了，都是你做妈妈的教育的好。他将我揽进怀里，大手覆上我的小腹，低沉的嗓音里带着一种即将为人父的期待与慈爱。还有几个月，宝宝就要出生了。几个月后，我平安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周木锦。小木锦的出生让我们一家都很高兴。周时运甚至推掉了不少工作和应酬，留在家里亲自照顾我坐月子。他本就气质温润，如今沉浸在将为人父的喜悦中，眉梢眼角都更见温柔，看得我心动不已。我想，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有爱我的丈夫，有可爱的孩子，还有自己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事业。但宋英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平静。在我坐月子期间，她又上门来了好几次，但每次都被周时运客气地请了出去。这次她似乎学聪明了，专门挑周时运去学校上课不在家，李妈去买菜的时间上门。当时我正在楼上喂小木锦吃奶，就听到楼下传来门铃声。
本以为是周时运忘记带钥匙，我抱着小木槿，一边下楼一边喊道：“来了！”等一下，门外站着的却是挺着大肚子的宋英，她应该是快要到预产期，肚子大得惊人。此刻见到我，脸上露出恨意：“宋锦，你终于肯见我了。”我并不想让她进门，只是站在门口道：“你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宋英却突然笑了，眼神有些阴郁：“怎么，你就这么防着我，连门都不肯让我进？别忘了，你是我妈妈，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外孙。”我并不想跟他有太多的牵扯，直接道：“你直说吧，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宋英却答非所问：“我快要生了，但是我身边没有人照顾。”她抬起头看我，眼神带着一种诡异的平静：“你当初怀孕生孩子坐月子，都是江燕和我爸在身边照顾，现在我也怀孕了，即将生产，身边却连一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宋锦，这都是你害的。”我并不想跟他争辩到底是谁害了谁，当初是他自己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如今走到这一步，又能怪得了谁？我直接问道：“所以你这次来找我，是希望我怎么做？”宋英道：“我要你照顾我，直到我坐完月子，就像当初你怀孕，我爸照顾你那样。”我简直要气笑了。这世上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且不说当初我和他爸爸是夫妻，本就有互相扶持的义务，更何况江燕并不是我的亲生孩子，我根本就没有照顾她坐月子和帮她带孩子的义务。我直接拒绝道：“不可能。”宋英却突然笑了：“我就知道你会拒绝，所以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你不答应，我就去找记者曝光你，说你作为亲生母亲，却对自己即将临产的女儿不闻不问。”我丝毫不怀疑他能做出这种事，毕竟他连跟自己的母亲抢男人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我冷静地问道：“所以你这是在威胁我？”宋英却突然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是，我就是在威胁你，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身边已经没有人可以照顾我，我生孩子的钱都是借的，我甚至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坐月子。”他突然抬起头看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执拗的疯狂。“所以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呢？当初你明明说过，我是你唯一的女儿，你会一辈子对我好的。”我突然觉得很疲惫，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直接道：“好，我答应你。”我本以为宋英只是怀孕期间耍小性子，等生完孩子应该就会好了，却没想到她会变本加厉。她不仅要求我全天候的照顾她，甚至要求我帮她带孩子。我本来自己的身体就还没有恢复好，又要照顾小的，又要照顾大的，每天都忙得团团转，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而周时运又在学校有课，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我第一次觉得生活如此绝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到底是否正确。我终于明白，有些人是根本就不值得原谅和同情的。在又一次被宋英无理取闹的要求半夜出去给他买宵夜后，我终于爆发了。我将手里的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冷声道：“宋英，你不要太过分了。”他却不以为然：“我怎么了？你当初不是也这么照顾我的吗？现在让你做同样的事情，你就受不了了。”我冷笑道：“我当初照顾你是因为你是我女儿，现在你什么都不是，我根本就没有义务照顾你。”他突然笑了：“所以呀，你根本就不爱我。你只爱你自己和你的儿子。”我突然觉得很累，不想再跟他争辩，转身上了楼，身后却传来宋英冷漠的声音：“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我早晚会把你从我身边抢走的一切都夺回来。我脚步一顿，却终究没有回头。有些人天生就是坏种，我本以为我的退让会让他懂得适可而止，却没想到他竟然变本加厉。在我一次出门买菜的时候，他竟然偷偷将我的儿子带了出去。等我回家的时候，只看到空荡荡的婴儿床和宋英留下的一张字条，想要回你的儿子，就一个人来郊外废弃工厂的仓库，记住，只能你一个人。我手里紧紧捏着那张纸条，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冷了下来。我打了辆车，匆匆赶往郊外，心里却忍不住开始慌乱起来。宋英那个疯子，他到底会对我的儿子做什么？当我终于赶到那个废弃工厂的仓库时，只看到宋英一个人抱着我的孩子站在那里。我松了口气，连忙跑过去想要抱回我的孩子，却被他一把推开。他冷笑道：“怎么，你终于肯来见我了？”我忍不住怒道：“宋英，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是你的亲外甥，他才刚出生几个月，你怎么能这么对他？”他却突然笑了：“亲外甥，宋锦，你别忘了当初你是怎么对我的。现在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说着，他突然将手里的绳子高高举起，作势要往地上摔。我吓得心脏都跳出了嗓子眼，连忙道：“不要，我把它还给你，你把孩子给我。”他却突然笑了：“你说给我就给我，你以为你是谁呀？”说着，他竟然真的将手里的孩子狠狠往地上一摔。我吓得闭上了眼睛，却只听到一声闷响，预想中的孩子哭声却并没有响起。我睁开眼，只看到周时运不知何时出现在宋英身后，一手接住了孩子，一手将宋英制服在地。他冷冷地看了宋英一眼，道：“故意伤害罪、蓄意谋杀，数罪并罚，够你在牢里待一辈子了。”说完，他转身将孩子递给我，温声道：“别怕，没事了。”我接过孩子，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我终于明白，有些人是根本就不值得同情和原谅的，而对于那些不值得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几年后，我的儿子周木锦已经长成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他有着和周时运如出一辙的温润眉眼，却比我更加勇敢和坚强。我很庆幸当初自己选择了留下他，而宋英也终于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了代价，在牢里度过了他的余生。我听说他在牢里表现良好，提前出狱，却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也许他终于悔过，想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许他仍然执迷不悟，想要继续报复社会。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让他伤害到我的家人，因为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软弱可欺的宋锦，而是周木锦的妈妈，是周时运的妻子，更是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我的家人，不让任何人伤害到他们。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